起网吧。阿和跑去通知所有人开工，林浩还蛮期待，不时的探出头看一眼船尾，看不清啥鱼，至少可以看清网兜被撑的大小。当网被拉出水面时，不用看，听到大家的欢呼声，就知道这一网很不错。鼓鼓囊囊的网兜，看上去大概在4吨左右。他不禁欣喜，要网都这样，估计再有2天就得回家了。什么鱼？见网兜拉开，他赶忙跑到了近前，原味道便问了起来：金菠萝是活点？不是，是红友。每人报的都不一样，这鱼全身红色，第一眼看上去还真如他们所说的。直到赖包拿起一尾细看了看，才笑道：也不错，是赤鸡仔。哈哈，都是大鱼，又是大爆的一网。阿友兴奋地吼了一声，鱼确实不小，入目大概都在4、5斤左右的个头，小的也有2斤多，圆滚滚的，不用吃都知道鱼很肥。林浩拿起一尾细看了看，看着更像是真鲷，倒是身上的颜色更艳红一点，接近于金菠萝的红，体长不长，比较宽，显得很实在。从体型来看，明显属于鲷属。很快系统也给了普及，学名叫红鳍笛鲷，别名不少，红鸡、赤鸡仔、红鱼，估值相较黄鸡要贵，达到了60块1斤，7000多斤，等于说有个40多万了。这一网还真是不错。回到舵室，接着掌舵，这回他哪还有功夫去关心远处的船只？打开系统看了眼，随即他就郁闷了，因为这一网把自己82点的幸运值清空的只剩下2点了。不对啊，系统现在80点的幸运值至少对应100万以上的收入，这才40多万，按说不会一下子清空的。不过片刻他就释然了，估计大头可能在大哥的奋斗号上，要是那艘船也收入这么多的话，差不多也就对上了。正如此想着，就见阿和猛地窜了进来。哥，我们！阿和一脸的慌张，声音都打着颤，愣是半天没说出一句完整话来。急个什么劲？到底怎么了？阿和抿了一下嘴唇，又猛咽了一口口水，这才哆嗦道：你快到甲板上看看，我们捞上来一个鱼雷。林浩大惊，噌地窜出舵室大喊：都别碰，离远点！阿和掌舵。不用他交代，这回大家都拉开了距离，面上不可抑制地带着担忧之色。到了甲板后，林浩也放缓了脚步，并快速地调整着自己的呼吸，尽量让自己的心绪变得稳定。此刻他也看到鱼堆中间露出了半截身子的鱼雷，黄色的外壳，头部圆盾形，看上去和在电视上看到的鱼雷还真的别无二致。深吸一口气，他走到了跟前。阿浩，危险！别碰！见他蹲下身，阿斯跟赖包2人紧张地喊了一声。林浩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对着他们道：你们全部到船头，躲在舵室下方。如果真的爆炸，中间坚固的舵室应该能挡住大部分的伤害。见没人动，他又冷着脸大叫了一声：快去！众人这才往船头的方向跑，只有阿晨没有走，不仅没走，还蹲在了他旁边。阿浩哥，我帮你。你也去！林浩厉声斥道。阿晨依旧没动。林浩见此，深呼吸一口气，行吧，小心点，咱先把压在上边的鱼货往旁边扔，把被埋的一半也露出来，动作一定要轻。如果这是一颗已经在水里很久的鱼雷，林浩还不怎么害怕，但从裸露出来的部分来看，非常的新，上边任何的附着物都没有，更没有海水浸泡后的腐蚀感，说明这玩意时间并不长。2人小心翼翼地将上边的鱼货移开，整个鱼雷也显露出来，从头部往下2/3的位置直径变小，收到底部后，在底部还有一个小的圆形转盘，就像是推进器一样，所有的特征与鱼雷完全吻合。唯一让林浩感到错愕的是，在中间的部分居然竖起了一根黑色的细柱，就像是专门设计让人用来提的一样。阿浩哥，这上边还有字母，跟真雕很像，不过要比真雕稍宽些。阿晨的手指着中间的位置，示意正在研究底部的林浩看。林浩看了一眼中间的一排字母，下一刻一屁股跌坐在甲板上，长出一口气，挤出一丝笑容，接着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。没事了，阿晨，去把人叫回来吧。阿晨也不问原因，起身要去叫人，结果刚站起，双腿一软，差点又一次摔倒。他也并没有表面那么的镇静，实则内心同样怕的不行。整个东西约在1.23米左右的长度，中间直径约有20公分。林浩现在不害怕了，因为那上面标识的英文是 sonar， 他就算英文再白痴，简单的拼一下也就知道是啥了。这玩意是声呐。船头的众人走过来，大家的面上依旧难掩惧色。林浩笑看着他们，不是鱼雷导弹啥的，这是声呐，不会爆炸。阿浩，声呐是干啥的？阿斯不解地问道。这是为了探寻水底情况的，就跟有些船上装的探鱼器差不多，很多大船都自带的。为了防止触礁，咱家的船还太小，但在造的那艘大船就带这玩意。说到这里，林浩心思一动，这里怎么会有声呐呢？而且看这个明显是老外的，那放在这里是为了什么？这些问题刚出现，他脑海中几乎同时就想到了答案。没错，这是间谍或者直接就是老外投放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探寻这片海域底下有没有大家伙。他猛地起身就要往舵室跑，结果没跑2步，他又回头对众人道：不会爆炸，先抬到库仓里，把网收，不用收。林浩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没让他们把刚入水的网再度收上来。跑到舵室，阿和问道：哥，没事吧？没事，阿和，你去甲板帮忙，我来。林浩接过舵，第一时间拿起望远镜，
他有90%把握。之前看的那艘快艇就是投放声呐的，怎么着也要试试能不能追上。之前还担心有危险，但这回他脑子里只想着把那帮人撞进大海里，最好能一个个的抓起来。望远镜中，快艇的身影依旧若隐若现，对方显然没有警觉到林浩他们的渔船，所以还在不紧不慢的开着，兴许还在扔声呐也不一定。放下望远镜，调整好舵向，他直奔汽艇而去。因为拖着网，他并没有盲目的提速，之所以没把网收上来，是因为他想着会不会再捞上来1、2个，反正尽自己所能吧。如果没碰到这样的事，他是不会在意的。但既然碰上了，那就该尽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。拿起对讲机，他呼叫起了奋斗号。大哥，目标正东行驶，别问为什么，与我保持500米的距离，只要不缠网就行。此时老猫也被吵醒了，直接钻进了舵室。阿浩，刚刚库舱里动静挺大，我起来看了眼，那东西怎么捞上来的？魔哥，问题不大，你再睡会吧，还不到1小时呢。老猫拿起望远镜看了片刻，他大概已经明白了林浩的想法。看到远处还依稀可见的气体，阿浩还是有危险的。魔哥，没碰着就算了，碰着若是置之不理，这是我干不出来。老猫没咋犹豫就点了点头，提醒是他的义务，并不代表他就是胆小不愿意管。他没有抢阿浩的舵位，而是拿着望远镜不时地看着。对方好像也不急着离开，始终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。今天风平浪静，加上阳光正好，在海面上可是距离比陆地上远的不止一点。拿着望远镜，轻松就能看到几海里之外，等于说看似他们与快艇离得不远，但就依现在的船速，估计得要至少40分钟以上才能追到。之所以不把网拉上来全力去追，除了想再拖拖看有没有声呐，最主要的是，一方面收网需要时间，再有真的全力去追，若是汽艇警觉，自家的船光凭机动性能是干不过汽艇的。